没想到小小年纪就称霸虫洞的于爱，也会有自己无法克服的天敌。爱姐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怕虫洞庞奶爸。当外公把爱姐抱出来营业的时候，小熊精全身放松，一看就很信任对方。然而当他被庞奶爸抱在怀里的时候，爱姐浑身紧绷，连脚丫都在表示抗议。对此，网友辣评外公像端了一尊佛，庞奶爸像提了一个拉屎的孩子。这天，李奶妈费尽口舌哄爱姐回家，于爱非但不听，还张牙舞爪的想给她一拳。随后一个没抓稳，水灵灵的掉在了地上。奶妈吓得瞬间换上痛苦面具，扭头就跑。生胖气的爱姐则追上去捶了铁门一顿。接下来于爱更是气过家门而不入，简直把奶妈拿捏得死死的。李奶妈只好满眼无奈的倚在门边，像丢了魂似的盼望着于爱乖乖回家。就在爱姐玩得越来越兴奋的时候，一抬头发现了庞奶爸，吓得战术性后退，然后他掉头就跑，想要爬上树躲着，而庞奶爸就静静站在他身后看着。浑身僵硬的爱姐表示不敢动，根本不敢动，随后就老老实实的被庞奶爸抱回了家。看来爱姐也是个欺软怕硬的小家伙，因为庞奶爸身高体壮力气大，任何时候都能轻松压制二馆长。当庞奶爸拿着手机录猫视频时，不耐烦的爱姐张嘴就想给对方个教训，结果反被奶爸辱成了波浪鼓。其实小时候的爱姐也有反抗过，当庞奶爸指指点点的时候，不高兴的爱姐张大嘴吓唬对方，只是她太可爱，连生气都像是卖萌。你看不看见？你是不是这个差劲鬼？你看不看见？有时远远望见庞奶爸经过外场，于爱立马扭头躲起来，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，生怕对方过来把自己弱到晕头转向。其实庞奶爸不光能拿捏二馆长，也能让其他小熊闻风丧胆，是站在虫洞食物链顶端的男人。奶爸给四喜丸子院子修理木架时，好奇的庆庆探头想要看看进度如何，结果奶爸一句话就让他乖乖坐到一旁，毕竟对方手里可是拿着家伙神呢。别看梁月站起来和饲养员差不多，但庞奶爸却敢插月月的鼻孔，还会把正在炫饭的鱼贝掀翻在地。贝贝委屈但又打不过，只好哭唧唧的跑开了。就连被誉为战神的大宝哥鱼宝，被庞奶爸背后锁喉抱后，也会乖得像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战五渣。因为奶爸想做摇摇马，但没有合适理由，他便强硬的拽着鱼宝和自己一起做，主打一个如果阁下不认可我的做法，那我也略懂一些拳脚。果然庞奶爸才是虫洞食物链最顶端，原来大熊猫真的能听懂人话。哎，你这个时候才来啊？今天的盆盆奶已经喝完了。当听到奶爸说盆盆奶已经没有了，小杰瑞气的小手拍地破口大骂，奶凶奶凶的模样瞬间戳中一亿的心巴。当刘奶爸吐槽美美哪都短时，能听懂人话的小家伙气得疯狂挠树杈子。咱就是说给一个女孩起这个外号真的好吗？胳膊、屁股、头、耳朵哪里都比较短，五短美美。而实习生小玉无意间吐槽草草时，美美更是气得在树杈上上蹿下跳，仿佛在说敢区区我妈妈都杀了。但听到道歉后，美美还是选择了原谅。我这个脸就长得有点老气。能听到我的声音吗？他说不准你说我妈妈的坏话。对不起嘛。当游客介绍没脖子的小熊是花花时，倔强的花宝鸡当即辟谣，哪怕脖子都快抽筋了，也要露出天鹅颈。不过脾气再好的小熊也不会认人理，更何况花宝鸡骨子里还是朵霸王花。当直男游客吐槽花花吃太多，脖子都胖没了，女明星听后立马把嘴里的食物吐出来，嘴里骂骂咧咧的仰头，眼睛不用就倦了。爱在此，脖子这么多。不愧是被谭爷爷捧在掌心的小熊，任何时候都受不了一点委屈。当游客好奇熊猫摸起来的手感时，发姑奶爸诚实的回答：好爽啊！结果好奇的熊猫宝宝听懂后，立马爬到奶爸头上尝试手感，感觉这几下多少带了丝熊恩怨。福宝作为从小能听懂人话的小熊精，不仅会在爷爷吐槽他跑起来像小猪似破防，并报复式的去破坏院子里种的小鸡。也会在徐奶爸唠叨个没完事不耐烦，甚至直接抬手给对方一大逼斗。有小脾气的时候，今天早上我逗他的时候，他就有小脾气，他可能不喜欢听我这碎碎念，
想挠我一下，当然他不是真的想翻我，他只是表示一下，别呀，我出去。而当安保大哥让参观游客退场时，本来躺着吃竹子的福猪猪也听到了，立马起身走动，再动了再动。安保宠物说，如此聪明的福宝怎能不让人喜爱？都知道如意出差大鹅之前曾打过工，当工作人员提醒小男孩可以摸摸熊猫时，没想到正在炫饭的如意也听懂了，摸摸它。当阿宝的扳手耳朵逐渐变成心形后，和之前的颜值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。因此，当正在炫饭的他听到游客蛐蛐自己，立马180度转身把耳朵藏好。哎，还缺一点。真的是烦死熊了！你们这些人嘴怎么那么碎？哪壶不开提哪壶，人家也是要面子的呀。只能说下次去看大熊猫的时候，一定要背着他们说坏话，毕竟滚滚们是真的能听懂啊。比利时绝对是最喜欢熊猫的国家之一，为了争抢猫权，差点爆发内战。14年，好好和星辉在民众的担忧中坐上王座，前往比利时打工15年。本以为是辛辛苦苦留洋赚外汇，没曾想竟是漂洋过海当祖宗。为了迎接期盼已久的熊猫宝宝，成千上百民众前来接机，还特意化了熊猫妆，连首相都亲自出席迎接仪式。据说因为两只小家伙的归属问题，比利时南北地区还爆发了激烈的争抢。最后毫无人性的比利时天堂动物园胜出，这下两熊算是彻底过上好日子了。为了防止好好星辉水土不服，天堂动物园按照四川熊猫基地的样子，斥8000万欧元打造了5000平米的熊猫馆，外场绿草如茵，宽敞到能肆意打滚，内场则是一个冬暖夏凉的巨大洞穴，绝对是所有熊都爱的庇护所。同时，园方为保证好好星辉的饮食需求，还在园区旁边种了4万坪的竹子。只能说这哪里是生活在天堂动物园，分明是享受到了天堂般的生活。最关键的是，别的动物园租借熊猫都是派饲养员到中国学习饲养知识，可比利时担心好好星辉听不懂外国话，大手一挥，直接把国内奶妈也接过去了。甚至被挖走的饲养员还是野培队出身。等到两小只到了该造娃的年纪，园方激动之余没有一意孤行，而是连夜请来中方专家帮忙出主意。毕竟我们国家在这方面经验丰富，经过专家建议和两熊的不懈努力，好好星辉很快从2口之家变成3口之家。而天堂动物园也通过民众征名活动，给仔仔取名天宝，寓意天赐的宝贝。小家伙一出生就是富2代，坐拥万平皇家园林，老爹老妈都是顶流。而天堂动物园创始人更是头号粉丝，有时候会在那个就是一些软件上，然后看到熊猫有一些的玩具，然后他会给我发一个图过来，他说我们天宝有吗？我说没有，他说做，别人的有的我们也有，天宝有的就精进，天宝没有的就补上。甚至在刷到爱宝乐园造雪的视频后，这位有钱的小老头也要给天宝搞一个，感觉就算是少爷想要天上的星星，比利时也会想办法给孩子弄来。天宝舒舒服服过了几年潇洒日子，按照协议本该在3岁左右回国，结果突然遇上疫情被迫延期，于是比利时人一边克制上扬的嘴角，一边给天宝家盖了新的别墅，让少爷小年纪就实现了还还有房。在此期间，好好跟星辉也要了2胎，生下了龙凤胎宝弟宝妹。从名字就能看出，就算多了新成员，天宝白月光的地位仍不可撼动。等到宝弟宝妹长大跟妈妈分开，园方也不管两熊还能待几年，继续开疆扩土，建立了新的别墅。要不是中心决定今年秋季接3宝回国，再过几年估计比利时都成熊猫基地了。